2025年2月11号，面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关税打击以及吞并加拿大的种种威胁，加拿大5位在世的前任总理联合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号召所有的加拿大人在2月15号国旗日的当天悬挂加拿大的国旗，以展示对抗美国的决心和团结，进一步激发加拿大人的一颗爱国心。这封信很短，我翻译成中文念给大家。在过去的几周里，我们见证了加拿大人民对国家的自豪感和爱国精神的高涨。面对唐纳德·特朗普的威胁和侮辱，加拿大人团结一心，表达了对我们国家的热爱，以及捍卫加拿大价值观和独立的坚定决心。作为加拿大的前总理，我们为这种民族精神而感到自豪，并呼吁所有加拿大人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示我们的国旗。在2025年加拿大国旗日，让我们自豪地升起我们的国旗，让世界看到我们对自己历史的骄傲，以及对我们国家的自豪。我们5人来自不同的政党，过去曾经有过激烈的政治较量，但我们在这一点上达成了一致。加拿大，真正的北方，强大而自由，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值得我们歌颂和捍卫。在我们迎来加拿大国旗60周年纪念日之际，让我们一起让这个国旗日成为一个值得铭记的日子。加拿大前总理乔·克拉克、金·坎贝尔、让·克雷蒂安、保罗·马丁、史蒂芬·哈珀。这封信无需我多言，5个来自不同政党、持不同政治见解曾经甚至是互相竞争、互相较量的5位前总理，也是加拿大依然健在的全部总理能够走到一起，联合号召所有的国民团结，在2月15号这一天展示国旗。这可能是加拿大历史上极少有的情况全部的加拿大人摒弃分歧，就是为了一件事情：抵制美国的侵略。这里我使用了一个很严重的词侵略。虽然美国在可见的未来很难像这个俄罗斯出兵乌克兰一样用军事力量来占领加拿大当然这也并非是完全不可能，在这个疯狂的时代什么都是有可能的。我们现在的现实是美国正在用高关税的贸易战来摧毁加拿大的国民经济，进而试图将加拿大并入美国的版图。特朗普在公开场合已经不下10次表达了要吞并加拿大的言论，而美国吞并加拿大后唯一的可能就是让加拿大成为像波多黎各一样的海外自治领因为美国的共和党无论如何都无法容忍4100万更加偏左翼的选民进入到美国的大选，那将会永远改变美国的政治格局，共和党将永无出头之日。所以那时的加拿大将回到1867年建国之前从最早的英国殖民地变成未来的美国殖民地。特朗普曾经说过很多次，美国不需要加拿大的任何东西，但是明智的人都知道，加拿大有美国想要的一切。加拿大的石油、矿产、森林，东部发达完善的制造业，横跨3个大洋的海洋产业，北极的西北航线，甚至加拿大珍贵的水资源，都是美国垂涎3尺的宝藏。仅仅是3个月前没有人会相信美国要吞并加拿大，但是今天我相信也同样没有人会忽视美国对加拿大的威胁。这也是为什么所有健在的加拿大总理以及下一任总理的热门人选伯利治和马克卡尼都在一起呼吁加拿大人团结起来，在2月15号这一天挂出国旗，展示出加拿大人抵御霸凌和侵略的决心，更展示出加拿大人民的团结和自强。诚然加拿大在美国面前显得是如此的弱小，世界上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像加拿大一样对美国能有如此大的依赖。面对美国的关税制裁加拿大能够反击的力量有限，甚至我们可以预期加拿大的经济必然会遭受沉重的打击，人民的生活负担也会大幅上升。但是我也相信极少有加拿大人会向美国人低头臣服将国家主权、将国土资源拱手相让，更不会有人想要放弃自己的政治权利去当美国的2等公民。我作为一个普通人更是一个1代移民，说实话能为这个社会贡献的力量有限，甚至是5位年迈的前总理，他们能做的事情也不多。
但只要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站出来能够摒弃分歧，团结一致，甚至哪怕就是悬挂国旗这件举手之劳的小事，在家里、在窗户上、在车上悬挂出一面加拿大国旗，都能够展示出加拿大的力量。说起来加拿大的国旗可能是全世界最醒目、最著名的国旗之一了。但是您可能不知道的是，现在您见到的加拿大国旗是在1965年，也就是整整60年前才被启用。我们都知道加拿大正式建国的年份呢是1867年。那么在当时呢，加拿大并未摆脱一个英国的控制，甚至没有自己的国旗。直到1868年，枫叶呢才被印在魁北克和安大略的省徽上随后才出现在加拿大的红旗上，并且呢逐渐成为加拿大的一个国家象征。但是呢，这种设计只是将加拿大各省徽的元素呢融入英国红旗当中，并随着新的省份的加入呢而不断的更新。而这样传统的英国元素的加拿大红旗呢，一直是沿用到了1965年，才被我们现在所熟知的加拿大国旗所正式的取代。然而这一过程并非是一帆风顺，现代加拿大国旗的建立呢，还要从一场国际危机说起。1956年，埃及的民族英雄纳赛尔呢宣布将苏伊士运河呢国有化，此举呢激怒了英国、法国和以色列。因为运河是全球重要的航运通道，并一度呢由英法控制。10月29日，以色列军队呢入侵西奈半岛。10月5日，英法军队加入战斗，以保护运河为由呢攻击埃及。这一行为呢引发冷战时期的一个全球危机，后来呢也被称为是苏伊士危机，也就是第2次中东战争。当时时任加拿大外交部长的皮尔逊呢，在联合国大会上倡议创建一支联合国的维和部队进驻埃及，以监督停火并协助撤军。那么这个提议得到了联合国大会的57票的全票通过。而这支呢来自加拿大、巴西、印度、哥伦比亚、芬兰等国家的联合国维和部队也成为历史上第一支多国维和部队，并最终呢促使冲突降级，英法以色列撤军，成功化解了苏伊士危机。加拿大的皮尔逊呢也在次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以表彰他为国际和平所做的贡献。但呢，就在联合国的维和行动中呢，加拿大的军人使用的却是有着明显英国标识的国旗，这也使得埃及当地的人民产生了一个误解，以为加拿大的维和部队是入侵的英国部队，从而呢产生了反抗情绪。而由此皮尔逊也意识到加拿大人需要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象征，一个属于自己国家的国旗。1963年，皮尔逊当选加拿大总理，并在第一时间呢提出要设计一面新的国旗。随后新国旗在国会中展开一个激烈的讨论，许多普通的加拿大人呢也提交了自己的设计方案，当然呢也有人反对新设计的国旗。最终呢，联邦政府成立了一个跨党派委员会在6周的时间内召开了数十次会议，审查了数千份意见书，最后呢将候选方案缩小到了3种设计。第一种呢叫做皮尔逊三角旗它是一个蓝底白色条纹，中央呢为3片红色的枫叶。第二种呢是单叶枫叶旗，白色背景，中央呢为一片红色的枫叶，两侧呢是红色的条纹。第三种呢是混合旗，也就是在单叶枫叶旗的基础之上呢，加上英国的国旗和法国皇家旗帜元素以体现加拿大的英法传统。最终呢，经过激烈的辩论，单叶枫叶旗，也就是现在的加拿大国旗，最终胜出。而这一版国旗的设计者呢，是加拿大皇家军事学院艺术系主任乔治·斯坦利提出的，他借鉴了皇家军事学院的旗帜的灵感。无可否认的是加拿大的国旗是一个非常成功的设计。首先从形状上呢，国旗的宽高比为2:1横向分为红、白、红3大区块，比例呢分别是1:2:1，也就是说中间的白色部分正好呢是旗帜整体面积的一半。那么这种设计呢，后来也成为了旗帜学和文章学中的一个专有名词，叫做 Canadian Pale。加拿大国旗的设计元素呢，也非常的简单醒目，整体呢就是由红白2种颜色构成的，两边的红色区域呢分别代表了太平洋和大西洋，
而白色区域呢，则是代表了广袤的加拿大国土，而中间最醒目的枫叶呢，则一直以来都是加拿大的象征。就是这样一个设计啊，经过了数年的酝酿、设计和讨论，最终呢是在1965年的1月28号获得加拿大议会的批准。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呢，随后签署一个皇家公告，正式宣布全新的加拿大国旗诞生。1965年的2月15号，加拿大带有英国元素的传统红旗呢，被正式的降下来，新的国旗在国会山上首次升起。从那时起呢，加拿大国旗，也就是枫叶旗，成为世界上最有辨识度的国旗之一。2月15号也被正式定为加拿大的国旗日。60年后的今天啊，在加拿大面对美国关税和吞并的威胁之下呢，5位前总理号召加拿大国民在国旗日的当天悬挂国旗，用行动来展现加拿大的团结和力量。或许您会问啊，面对强大的美国，单单挂个国旗又能够代表什么呢？的确啊，悬挂国旗阻止不了美国的关税，更抵御不了美国的吞并。但是呢，如果4100万人民、上千万的家庭同时去做一件事情，您想想会产生多大的影响？面对美国致命的关税打击，面对特朗普的吞并企图，加拿大未来几年的日子呀，一定是不好过的。但是呢，只要加拿大人能够团结一致，消除国内的省级壁垒，拓展全世界的贸易伙伴，放松管制，开发资源，我相信加拿大一定能够逐渐摆脱对美国的依赖。就像是1812年美国侵略加拿大一样，美国人幻想着加拿大人民能够像欢迎救世主一样欢迎他们的解放，但是呢，他们迎来的却是英裔、法裔以及原住民的坚决抵抗。几年的战争下来啊，加拿大没有丢失任何的主权，更没有丧失1寸领土。而今天的加拿大呢，早已经不是1812年的那个殖民地，现在的加拿大是一步一步摆脱了英国的殖民，在多元、平等和福利体系下建立起的一个独立的国家。这里有着世界面积第2大的国土，有着极为丰富的石油、矿产、森林、耕地以及淡水资源。这里呢，更有着全世界平均教育水平最高的国民，有着来自全世界的移民组成的多元而和谐的社会。国旗是一个国家主权的象征，更是加拿大人共同的骄傲。就像是加拿大国歌中所唱的 "O Canada, we stand on guard for thee." 2月15号，让我们期待枫叶旗在加拿大国土上飘扬。